thick and thin, enough to know that I would rather not go through life without you. And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And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This life keeps moving on, and we keep moving with it. There's been some ups and downs, so I'd like to take a minute just to say I am here to stay. 'Cause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I can't pretend. 大家好，我是张大哥。大哥终于把这部W123的230C1 280C1 日规的这部车子终于把它搞定了。经过了我们更换了这个喷油盘的膜片，得定的膜片更换之后。那大哥现在已经把它在车上已经调教完成。高压线的部分大哥检查过了，高压线都 OK。那因为它高压线很凌乱本来是类似这样绑的，那大哥呢把它做了个编织这样的话我们在更换火星塞的时候，要拔高压线的时候，还不会去弄错会按照1、2、3、4、5、6的顺序。高压线是 OK 的，火星塞已经换掉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流量这个流量我看这样看不太很清楚。这个目前我们看到是2.7公升，也就是说它流回油箱的油量是2.7公升，减掉0.6，因为这个有经过校正之后只是2.1已经达到大哥要求的2公升以上的每分钟回流量，所以这个回流量是 OK 的。那大哥刚刚有更换的这个，我们来看这个蓄压器它是蓄压器严重漏油，我们的尾巴这个地方是不应该漏油的。那蓄压器漏油就会造成残压不足，残压不足的话，在夏天在发动的时候，就可能我们到 7 买个东西要发动就有点困难。那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油压都在正常值这是这两个油压都在正常值。我们来看最重要的代表引擎的状况的这个就是含氧量感知表就是排气管的含氧量目前是在 2.3， 因为大哥是从这边接过来的，从排气管末端这边接过来的。这排气管已经在喷水了这排气管我们看到已经喷水了，已经完全燃烧。大哥从这边接过来之后，我们所测得的这个含氧量是 2.2 已经达到大哥的要求，算属于低标的。这部车是在1990年之前的，是属于第一期的环保标准 ，CO 值应该在 4.5 以内。那如果以 2.3 的话 ，CO 值以大哥这样换算下来，应该在 CO 值在 1.0 以下，1.0以下到多少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代表这颗引擎本身钢体也不错，那分油盘呢，供油量又正确，然后又每一缸又很正确，才有办法达到这个2.2%的含氧量的排气管所以这个状况是非常棒的。我们来试着来加一点油看看。这个很棒反应完全都不迟钝的。要嘶吼了。至于因为这部车子这个年代的车子它并没有怠速马达，
所以它的怠速调整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白白的是在调整怠速的，它没有自动提速功能，所以说有开冷气跟没开冷气的转速啊是不一样的。目前在930，大哥调930830、840哦，因为它冷气压缩机有在做动状态。那如果压缩机要跳开的时候，应该会在1000到1100左右，哦，那因为它没有怠速提升的功能，所以说，我们如果入档的话，它也不会帮你提速，所以怠速呢，我们必须要把它比850稍微高一点，好，目前压缩机跳掉了，压缩机跳掉之后，现在又启动了820。压缩机现在是启动状态了。如果它跳开的话，以这个热车完成之后呢，它的压缩机不会，它跳开了。我们来看一下，960，960左右 ，OK。然后我们到车内来，这个车主换的这个是白色的那古典方向盘啊，现在是大哥有在开冷气的。冷气是在开启状态，这白色方向盘相当漂亮了。因为它车子 V23这部车子它没有转速表，大哥水温大概在60-70度了哈。我现在把引擎关掉，现在是在有开电门的、有开冷气的状态。好，那我们直接启动，这1点就着了。这个车主他给我的对这部车子的10大罪状写了满满的一张纸，虽然所有的状态、所有的问题全部都克服了，就是因为分油盘分油盘30多年，将近快40岁的分油盘，它油路都堵塞了，被汽油胶质，所以它造成所有我们杂七杂八的这个状况，都是因为分油盘堵塞造成。车子不稳定，好，我们再试试，来冷车关闭，好，启动，这1点就着了。OK， 好，我们到车外来，所以这部车子呢。就跟隔壁这部车子一样大哥一个 R107，大哥一直在排队在等待大哥来处理的。我们这部车子终于可以把它很完整的敲出去了，因为它的分油盘跟我们常见的分油盘并不相同，所以说给大哥也造成了，而且它膜片破裂，给大哥造成很大的困扰。那我们今天的测试报告就到此结束了，好，拜拜。